日光下也能看见的天文奇观，一颗即将爆发的超新星，有望把地球的夜空照得跟黄昏一样亮，甚至白天抬头也能瞧见它的身影。这不只是一句夸张，而是科学家根据观测数据推算出的真实可能。在距离我们大约1万光年的深空里，有一个恒星系统正一步步走向自爆结局，像一台过载的发动机，能量不断积累，随时可能跨过那条不可回头的临界线。这个系统叫人马座 V， 由2颗星彼此环绕组成，其中那颗致密的白矮星像个贪吃的邻居，正不断从旁边的伴星身上撕扯气体和尘埃，往自己身上加码。天文学家的监测显示，这种添料速度太猛了，当白矮星吸到一定阈值，就会触发经典的 EA 型超新星，也就是宇宙里最稳定、最亮度一致的一类大爆炸。一旦爆发，亮度可以跟满月肩并肩，甚至更耀眼，不仅夜里抬头能看到，白天在蓝天下也有机会用肉眼直观捕捉到那团天外灯火。按目前的模型推算，这场戏大概率在未来几百年内登场，但也不排除提前上演。天体物理就像看慢镜头的悬疑片，关键信号一旦齐备，剧情会突然加速。在等待的岁月里，全球望远镜会持续盯防，记录这对恒星如何在引力和物质交换的拉扯中越转越近，像螺旋下潜，奔向注定壮观的谢幕。如果你对这类宇宙大事件的前戏与高潮都感兴趣，记得持续关注最新观测和解读，每一次亮度波动都是剧情的伏笔。自1902年被记录以来，人马座 V 就像个老熟人，始终挂在天文学家的重点观察名单上，100余年资料越积越厚。令人挠头的是，它的亮度总是不合常规的偏高，这种长期偏差让研究人员意识到，这里面一定有一台非比寻常的能量机器。按体量和距离算，它本该更暗一些，可人马座 V 却频频超纲，这就像一辆家用车跑出了赛车的马力，引发连环追问，动力从何而来？直到观测证实幕后主角是一颗白矮星，并且与一颗更大的伴星捆在一条极近的轨道上，谜题才露出真容。两星靠得太近，互动就会格外猛烈，它们大约每12小时就绕彼此一圈，差不多一天转2次。对恒星来说，这个节奏已经是贴身热舞，快速又高能。人马座 V 之所以特别，不在长相，而在2颗星互相折腾的力度。物质大把大把地被拉走，能量以惊人的速率释放。白矮星就像把太阳的质量压缩到地球大小的宇宙钢珠，引力极强，正用这股吸力把伴星外层气体一层层刮下来。被抢来的物质不会立刻砸在白矮星表面，它们还要绕场1周，先在周围形成一条流动的环形跑道，这条跑道就是吸积盘，高速旋转的气体环，像涡轮一样把物质往里拧，温度升高，亮度上扬，最后一点点落到白矮星表层。来自智利甚大望远镜的新数据显示，系统外面罩着一层巨大的气体光晕，这就像犯罪现场的指纹，证明正有海量物质被撕扯出来。这个线索非常关键，它把亮度异常的嫌疑直接指向了激烈的物质转移过程，而非简单的观测误差。从光晕的体积与密度估算，白矮星吞进来的口粮已逼近甚至超过安全线，等于在给自己不断加压。这个吞咽过程时紧时松，很不平稳，系统整体亮度在抬升，轨道细节也出现抖动，像是机器在高负荷下轻微打颤。研究团队认为，这种不稳定正是临界点临近的前照灯，说明系统已朝着灾难性结局一路滑行。一句话概括，人马座 V 的沙漏在加速漏尽，留给它平静运转的时间不多了。想弄清为何这是分量十足，得先从白矮星在恒星一生中扮演什么角色说起，理清它的来龙去脉。像太阳这样的恒星
老到油尽灯枯时，会脱下外壳，留下一个极致密的核心残骸白矮星，然后在漫长岁月里慢慢降温。如果不被打扰，白矮星就像一块余温未散的铁，几十亿年里一点点冷却，安静地淡出舞台。可一旦身边有个贴身搭档，戏就不一样了。近距离的物质交换，让它们从稳态变成火药桶，随时可能点燃。只要白矮星把体重吃到钱德拉塞卡极限附近，约为太阳质量的 1.4 倍，它就会触发物理学不允许继续稳定存在的红线。一旦跨线，内部压力再也顶不住引力，电子简并支撑崩塌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失控的热核连锁反应，结局就是一场标准 EA 型超新星，能量喷薄，亮度惊人，是宇宙里公认的大场面爆炸。这类爆炸在天文学里分量极重，不只是热闹好看，更是测量宇宙的尺子。因为 EA 型超新星的峰值亮度相对一致，天文学家把它当标准烛光，用来标定远方的距离。正是这些测量揭开了宇宙膨胀在加速的谜底。回到人马座 V， 所有线索、亮度、光谱、物质外流都在同一方向指认，它有极大概率走向 EA 型超新星的结局。不过它的个性标签在于质量传递的速度异常之高，这让它与很多同类候选者明显不同。白矮星像开到最大档的吸尘器，疯狂吞入伴星物质，导致系统整体亮度拉升，不稳定性加剧，创造了前所未见的高强度互动。有研究者推测，先出现的可能是反复新星。当吸得过量时，白矮星会通过表面热核爆把多余物质吐出去，亮一下再回落，如此循环。可随着净积累逐步上升，临界线终会被触碰，一旦越界，连锁反应点燃，剧情从小爆发升级为真正的超新星。这场爆炸若成真，并非遥远天边的一束烟火，而是会直接改变我们几周到几个月的抬头见，实打实的天空事件。在最亮的阶段，它的光度可比肩乃至超过满月，持续时间以周计，白天也可能留下肉眼可见的亮点，足以载入史册。人类的天文记录里，能对天空气氛造成这么大改观的事件，屈指可数，往往隔上几百年才轮到一次。人马座 V 的走向不止牵动好奇心，还引出更宏大的提问：我们如何预警此类爆炸？又如何用它们校准宇宙的标尺？先吃一颗定心丸，它离我们有约1万光年，这个距离足够安全。爆炸再猛烈，传到地球也已风平浪静。无论是高能辐射还是潜在的冲击波，都会在星际空间里被耗散、被稀释，等抵达我们时只剩下光的表演。对地球观众来说，这更像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公开演出，可能让整整一代人重新认识夜空原来也能这么亮。对科学界而言，它是一个天然实验室，我们能在进行时里追踪一颗白矮星如何一步步走向极限，填补许多教科书上的空白。相比那些动辄要等上千年、上百万年的候选者，人马座 V 的时间表明显更紧凑，研究成果能在更可感的时间里累积出来。有的模型甚至给出几十年这个量级的窗口，但要定到具体哪一年哪一月仍很难。宇宙的钟表从不报秒针，哪怕真正的大爆发要等上几个世纪，它当下持续变亮、频繁可做的活动，也会在未来几年里源源不断地喂给我们宝贵数据。这些收获不会只写进课本，它会影响我们用何种方法测距，如何理解星系演化，甚至影响后续太空观测任务的设计。像人马座 V 这种潜在的超新星，是宇宙物质循环的主力工程车，把元素从恒星深处运输出场，爆炸时锻造、抛洒出碳、氧、铁等重元素，飘散到星际介质里，最终变成新行星的岩石、空气里的氧，乃至生命的骨架与血液。所以每一次超新星并不遥远，它与我们息息相关。
没有它们的馈赠，就没有地球，也没有我们。把这条链条研究透了，我们就更明白元素如何在星系里四处流动，何以再次它缩成新恒星，宇宙的生生不息也就更清晰。换个镜头再看，还有一个重要维度，它是校准远方故事的近景样本。在别的星系里也有类似的双星系统，但因为太远，我们很难看清细节。人马座 V 这个相对近邻就显得格外宝贵，拿近处看得清的样本做标尺，才能把远处模糊的现象解释得更靠谱。这就是基准源的意义，这点尤为关键。1A 型超新星是现代宇宙学的地基之一，我们用它们去测出宇宙加速膨胀，从而触及暗能量的谜题。若能亲眼见证从加料到爆发的全流程，我们的理论模型就能更精准，距离测量与宇宙参数的误差也会再压一头。后续剧情如何推进，取决于是否能把监测做细做勤，把每一次亮度起伏都记录在案。全球观测网已在行动，现有设备不断接力。下一代仪器，比如维拉、鲁宾天文台，上线后还会给它装上更清晰的摄像头。科学家会重点盯3类信号：反复新星的小爆、连续的亮度爬升，以及轨道参数的微调。这些都可能是大爆前的电闪雷鸣。理想情况下，实时数据能帮我们提炼出接近临界的硬指标，比如某种频率的抖动或特定光谱线的异常增强。人马座 V 给了我们一次少见的现场观摩，看一对恒星如何在同一屋檐下走向分崩离析。它终将以超新星的方式把地球天空点亮，却对我们无害，也由此提醒我们，恒星并非永恒，它们和我们一样，都是变化不止的宇宙进程中的一环。